公主，你醒了。公主，公主连日高烧不退，医药罔效，刚刚又突发惊厥。容止方才斗胆替你暖身，并无冒犯之意。你是谁？公主不记得了？我头那么痛，一醒来看见好多人影在晃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府上的门客容止，也是你最信任的人。我不记得了。我给你看看。我马上请医官过来。公主，皇上得知你受伤，特意请来宫中的医官为你诊治。请公主伸出手。公主脉象平和，身体已无大碍。至于额头，只要好好休养，便会很快痊愈，不会留下疤痕。什么已无大碍？我可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公主息怒，可能是你不慎撞到了头，颅内留下淤血，才会出现这种症状。怎么治？这……问你话呢，你哑巴啦？公主少安勿躁，这种病要好好调理。至于记忆，只要慢慢告诉你公主府上的事情，迟早会记起来。公主，公主，你要去哪儿？皇上听说我生病了，为我请来医官，我当然要亲自进宫谢恩了。公主，你身上带血，什么意思？公主此次发生意外，见了血光，乃是太岁冲克日主，会给皇上带来煞气，所以按照规矩，在康复之前是不能入宫的。公主，你怎么全忘了？我头痛成这样，早就忘光了。你怎么不早点提醒我？蠢材！都是奴的错。都退下吧。医官，跟我走。是。什么味道？是荣郎君特意为公主准备的熏香。我大病初愈，闻不得太浓的香味，撤了。是。我要见公主。公主正在休养，早已吩咐下来，谁来都不见。我不信，公主已经数日不曾召见我等，这也太奇怪了。今日我一定要进去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！你给我等着，等我见到公主，有你好瞧的。你再说一遍。
四条金鱼呢？滚开！滚开！刚才你看到柳色没？大门穿花蟹鱼，上面还有金鱼呢。是啊，4条金鱼呢。有了啊！公主，是谁在外面吵闹？回禀公主，是府上的门客柳色。柳色？除了他以外，公主昏迷数日，每天所有门客都要轮流来闹上一回，坚称要来照顾公主。荣郎君不准他们打扰公主，偏这柳色不守规矩。若非是荣郎君，公主府早就乱套了。我看这些门客都是闲得发慌，才会无事生非。奴立刻命人严守明玉阁。不必了，我倒要亲自见见，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。荣旨，你怎么现在还坐得住啊？为何坐不住？这几天来，公主足不出户，也不曾召见我们，难道你就不觉得奇怪吗？公主刚刚大病初愈，正在调养，我们又何必去打扰呢？我们都是山阴公主府上的门客，说是门客，不过就是陪着她排忧解闷、饮宴作乐罢了，充其量就是一件漂亮的花瓶儿。如果还是得不到公主的宠爱的话，早晚有一天会被赶出府去的，难道你就不怕吗？就算你不怕，可我怕极了。公主曾经要许诺给我阿兄一个官职，可现在全都泡汤了。那么，你要我怎么做呢？你是公主最亲近信任的人，你当然应该去看看公主了。再说了，这府上只有你有来去自由的特权，要是你不去的话，柳色，我以前就说过，我们门客要谨守本分，没有公主召见，不得擅闯。你，二位郎君，公主要在花园举办春日宴，请二位即刻前去。现在是。你不是想见公主吗？走吧。我要赶回去换件新衣裳，你先去吧。参见公主。她今年多大了？12岁。她能干什么呀？府上门客众多，刘桑最精通斗蟋蟀，公主特地带回来陪着玩乐的。公主请。今天府上所有门客都来了吗？府上门客共有24人，2人告病，请公主见谅。驸马呢？驸马有紧急公务，暂时不能来。你让开！你踩着我了！
拜见公主。拜见公主。公主，你前些日子足不出户，柳色很是着急啊，还特意去求了容止去见你呢。那既然这样，你怎么不亲自来找我？公主，你是在拿柳色说笑吗？公主不让我们见，我们又岂敢冒犯呢？公主，你这样可不公平啊！容止就能随时见到你，可柳色却是要苦苦守候和等待。你说的对，我确实应该一视同仁。哎，公主，难道你是要给我特权？那真的是……公主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从今日起，取消容止在府内的一切特权，这样大家都一样了。啊！好。哎，公主，前些日子有人故意使坏，使公主坠入水中。柳色身为门客，识君之路，分君之忧，早已将凶手缉拿归案，待公主发落。凶手？是的呢，公主。带他上来。就是他，故意用红色使牛兴奋发狂，才会使公主坠入水中。此人谋害皇族，罪当弃市，严绝恶迹。我没有啊，我真的没有啊！公主饶命！公主饶命！饶命！公主，她只有7、8岁年纪，什么也不懂，又怎么能够引牛发狂呢？你懂什么？若她不是故意谋害，为何偏偏要拼命甩动红巾？我第一次见到漂亮高贵的公主，但隔太远，看不清她的脸，就想甩动长巾引起她的注意。巧言令色，红色会使牛兴奋发狂，你不知道吗？就算不知道，为何不用蓝色、绿色，偏偏要用红色？公主，你别听他的，不但他有罪，连他全家都有罪，肯定还有幕后主使，抓出来一并处死。不要杀我亲人！我真的不知道红色会令牛发狂。谁说红色会让牛发狂？我曾经在乡间见过，凡是红色物体，必定会引发牛的攻击。让牛发狂的并不是红色，而是抖动的动作。我相信这个孩童，不是有心让公主坠河。小的时候，我曾亲眼见过红衣男孩遭受牛的攻击。那他一定是在跑动，所以让牛误以为他是在挑衅。公主，你看容止，处处帮着谋害你的人说话，他到底有何居心？容哥哥才不会这样做呢，他只是同情这个无辜的孩子。你血口喷人！我住口！想知道谁说的对，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？柳色，你来。啊，公主。脱。公主，我脱。你说红色会引牛发狂，容止认为不然，那你就挥舞着绿色的袍子，我倒要看看，谁说的是对的。我穿的是绿色衣裳，才不会被牛撞呢。你们走着瞧吧。不论是什么颜色，都会引发牛的愤怒。可见容哥哥说的对，这孩童原本是想让公主看向他那边，所以才用力挥动长巾，没想到反而刺激了牛，酿成了意外。
请公主看在她年幼无知的份上，就饶了她的罪过吧。公主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，求求你饶了我。月洁妃，放了他吧。是，公主。谢谢公主。把柳色也抬下去治疗。哎呀，我的屁股！真没用。哎呦，慢点！这闹看完了吧？都散了吧？我说，我还想多留片刻。你们先走吧。公主的吩咐，你们听不见吗？是。容止，你可知罪？红色是不是引牛发狂的原因，和那孩子是不是有意谋杀，并无本质关系。你故意引发争论，调转了视线，插科打诨，分明是有意在替那孩子开脱。公主恕罪。你不辩解吗？那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，公主贵为金枝玉叶，又怎能与他计较？你若因为一件小事杀死他全家，便会沦为笑谈。容止这样混淆概念、转移视线，也是为了公主的名声着想。这么说，你是全为我考虑了？自然是。如此拙劣的把戏，全靠公主成全。如果公主一早想杀他，早就杀了他，何必等到今日？你可真是我的好门客呀！谢公主。你们都出去吧。是。你也出去。是。朱雀，尽快掌控府内局势，伺机接近刘子言。公主。啊，我问你啊，这府里面除了我的以外，谁家院子最大？那自然是荣郎君的穆雪原最大，因为他最受公主的宠幸，所以您给予他在府内任何地方出入自由的特权，更是将整个公主府都交由他来管理。我说呢，难怪所有人都看他的脸色行事，连我的命令都可有可无了。荣郎君才华卓绝，令人敬佩。那走吧，我们现在去看看这个穆雪原。那是江烟。哼，我刚办完春日宴，容止就要在他的地盘办春日小宴是吧？什么事儿这么着急要说？走，看看去。拜见公主。谢安曾多次拒绝朝廷批命，就是不想随波逐流，可最终还是难逃朝廷上下的期待。谢安不出，
江如苍生河。谢安实乃真英雄也。你方才所言，我并不赞同。你看这里所写，谢安虽然少有才名，却资历尚浅，纵然出仕，不过小官而已，他自然不愿意。他如果真的想做官，又何苦隐居20年？人生又有多少个20年呢？他若真心隐居东山，为何与名流相交，诗文传世，侠迹悠游，到处招摇过市？他这样的隐居，不过是待价而沽罢了。若不是谢氏家族与朝中之人尽数逝去，他也未必出山为官。再者，他处事公允明断，不专权戍私，不居功自傲，有宰相气度。公主既然瞧见，我也不能再欺瞒。桓远并未患病，实是在说谎。好大的架子呀！我那日赐宴，他竟敢不来。桓远有经世奇才，100年难得一遇，心高气傲在所难免，但偏偏身世惨淡，请公主不要怪罪于他。经世之才，整天坐在那儿谈到日落西山，全都是夸夸其谈。谢安时轮得到他批评吗？他呀，应该先打盆水照照自己才是。既然你替他求情，我就不追究了。不过，记得告诉他们，以后再对我避而不见，就没这么客气了。岳洁妃，走。是，公主。公主走了，事无不可对人言，我们也并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是吗？那2位的书却拿反了，为何如此紧张呢？多谢荣郎为我2人示警。以前因荣郎居所偏僻幽静，公主又十分偏爱，又没有侍卫看管，所以我们才经常来这儿阅读书籍。没想到给你添了麻烦。我容2位在此看书，不是让你们密谋私访。荣郎，你们做什么皆与我无关。我既不会密报公主，也不会帮助你们。不管成功还是失败，结果自己承受。你们好自为之。我还以为郎君让出此地，是证明你对公主也十分的厌恶。我以前就说过，公主和以前似乎有些不同。那日在宴会上没看到你们，竟寻到此地，不知打算干什么。我以前如此说，现在也是如此。郎君留步。怀远有事相商，请说。我与阿嫣密谋，郎君隐瞒不报，这份恩德，怀远铭记在心。但是郎君可否想过，你虽不参与，但是他日不论成功还是失败，你都逃脱不了干系。郎君虽然受尽公主宠爱，但是暗中提供方便与我等反叛，我想公主也不会原谅吧。你在威胁我？在下只是无奈出此下策，请郎君不要见怪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怀远，我之所以不告诉公主，是因为我相信，公主根本不会被动摇。等他日失败，你们尽管将事情推到我身上，我倒是要看看，我会不会因此受到惩罚。我知情不报，是懒得作为，并不是护着你们。你们不要自作多情。荣郎，我们都是公主的门客，却每天都被关在这里，陪着公主吃喝玩乐、斗鸡走马，这简直就跟她的玩物一样，荒废了一身才华不说，在世人眼中，我们也跟那些娼优无异。难道你真的甘心吗？请吧。岳洁妃，带我下去。是。
你们都出去吧。是。公主为何突然想起翻看门客们的卷宗记录？经还原仪式之后，我发现这府上藏了不少人物，我倒要好好了解一番。那公主打算如何处置还原与江烟？依你所见，应当如何呀？公主，这二人图谋不轨，应当严惩。只是不知到底有多少人参与其中，一个不慎走漏了风声，恐怕白忙一场。文氏造反，3年不成。要我说，这2个人根本不需要太过计较。我先看看情况。江烟，祖籍济阳考城，6岁能诗，13丧父，家境贫寒，采薪养母。以文章文达于世，后转入建平王刘景肃墓，倜傥不俗，为世事所及，受郭燕文案牵连，被诬受贿入狱。下官虽乏相取之欲，然常闻君子之行矣。其上则隐于莲寺之间，卧于岩石之下；次则接受金马之庭，高缢云台之上；退则虏南越之君，继单于之境。具体单策，并图轻视，宁当争分寸之末，竟刀锥之利哉！然下官闻积毁销金，击蝉磨骨，惜上将之耻，降后忧郁，明臣之羞，使迁下士。如下官尚何言哉？夫鲁连之志，辞禄而不返；婕妤之贤，行歌而忘归。子陵闭关于东岳，众位杜门于西秦，亦良可知也。若是下官是非其虚，罪得其实，亦当浅口吞舌，服匕首以殒身。何以见其鲁其节之人，燕赵悲歌之士乎？好一个具体单策，并图轻史！我看这江烟啊，不但有远大志向，更能写得一首精美绝伦的陈情书呢。公主当初正是看中他的才华，才出手救了他一命，留在府上做了门客。平素兴致来的时候，便会令他写文作赋，聊以消遣。这样一个人物落入我公主府当中，还真是有志不能书，有才无用武之地呀。要我说呀，他宁愿是死，也不想受人桎梏，苟延性命。这一救，反而救了一个仇敌出来。公主，这有何惧？只要公主一声令下，便可要了他的人头。杀人容易，诛心却难。他们呀，都在受制于人，本就不想诚心留下。要真杀死一个江烟，那所有门客都会积累怨恨，迟早有一天，这些怨恨都会反噬到我的身上。还原乃前朝世家大族遗留下的唯一血脉。如果还原能为我所用，就能尽快将公主府握在手中了。怎么回事？忘记记录了吗？还是本来就什么都没有？将这些资料重新归位。是，公主。荣郎君派人来问，公主的身体已经康复，是否要开始处理日常事务呢？我头疼，改日再说吧。是。
公主，快叫医官啊！对了，还有，把他们给我撤走，我就是被他们弄伤的。快点！是。医官，医官。医官，公主的伤。哦，公主手上的伤口并不浅，近日一定要小心保护，千万不能过度用力，以防手上的伤口崩裂。最好连公文也不要批阅，更不能劳心费神。些许小事，大不了找人代笔就行了。退下吧。是。幼兰，明日于中，请府上的门客们都过来。是。荣哥哥，公主叫咱们来，到底有什么事啊？这，我也不知道。柳哥哥，你知道吗？像荣郎君这样的人都不知道，我们这种小人物又怎么可能会知道？刘哥哥，你怎么啦？还能怎么了？不就是被牛亲了一口，到现在还没康复吗？不好好在床上躺着，一听说公主召见，立刻就跑来了，真是自己找死！你这混账东西！公主召见我，我敢不来吗？公主驾到，参见公主。江烟，你上来。江烟，你来府上有一段时间了吧？但是我决定让你出府。这有一封举荐信，拿着，去求见建平王刘景素。我知道你身上污名未清，但是有我作保，他会相信你的。拿还是不拿呀？你素来有才名，而且我已经将你最近的诗文给他送过去了。建平王很欣赏你，只要你肯，建平王一定会重用你。听说你父亲早亡，母亲靠换衣来维持生计。啊，如此困苦的环境，还能将儿子培养成才，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。拿着吧。王林，在。我举荐你去做广陵令。谢公主大恩。有朗，在。我以为反叛已经败露，我再也不能活着走出公主府了。你不是已经出来了吗？这简直就像做梦。趁着梦没醒，快走吧。怎么不跟我告别就要走啊？公主。建平王向来喜欢文章书籍，而且也是年轻人，所以我相信你到他那儿一定能够如鱼得水。我在这儿祝你一路顺风了。公主，我走以后，请不要降罪还原。他是经世的人才，就算我也远远不及。倘若我真想处置你们，根本不必如此大费周章。你也看出来了，今天我故意让你在众人面前选择，逼迫你背弃还原，这一点是否怨我？我不知道。
还挺诚实的。假如你立刻说不怨我，反倒是胡说八道了。我这么做，只是希望大家能够认清形势。少年常倜傥不俗，或为世事所急，这是你的自序，对吗？天下有才之人何止千万，为什么不诬陷别人，偏偏诬陷你呀？而且你从前的同僚，没有一个愿意为你说话，这难道不是你平常做人太失败的缘故吗？公主的意思是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堆出于岸，流必湍之；行高于人，众必非之。公主所言，不是让你和贪官污吏同流合污，而是让你在保持自身高洁的同时，也懂得婉转。婉转并不是孤傲，无法结交官场友人，又如何与他们共事？更别说要为百姓效力了。多谢公主教诲，江烟拜别。恭喜公主，恭喜公主，一箭三雕。怎么说？江烟与桓远谋划已久，必定成了气候。公主推荐江烟去做官，又把可能参与其中的人送走，一来减少江烟心中的不快，二来断绝桓远的联系，三来有江烟这样的成功典范，无疑是给所有人一个暗示。他们看到大好的前程，只会拼命地讨好你，谁还会跟着桓远去冒险呢？不，是一箭四雕。公主刚刚的一番话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消减了江烟心中的敌意。以她的性格，不管走到哪里，都不会忘记公主的恩惠。我走一步，你看四步。思虑之深远，又岂是玲珑剔透心肝所能形容？我很好奇，公主为什么如此肯定江烟一定会就范？一面是安逸的仕途与可见的光明，一面可以算是已经失败的反叛；一面是无限风光，一面是崎岖坎坷；一面是锦袍加身，一面是流血身亡。一个懂得趋利避害，有满腔抱负，上有老母需要奉养的人，又怎么会拒绝呢？只是此举太不像公主你了。何意？倘若是从前的公主，就算用此计离间众人，也会暗地里杀了江烟泄愤，更别说举荐她做官了。那我变成这样，是好还是不好呢？说不上好与不好。从前的公主心思细密，滴水不漏，杀伐决断，从不手软，可欠缺胸怀。今天的公主似乎心软了许多，但气度大不相同。江烟试图反叛，公主不但不生气，反而给她大好前程。虽然有些放纵之嫌，但不得不说，这等气度，不得不让人佩服。她才华难得，我不忍看明珠蒙尘罢了。你还有问题吗？容止，你站住！昨晚是不是你给公主出的主意？我？那当然，除了你以外，谁会如此设计？好端端的，为何要放江烟出府？根本就不像公主的手笔。我不知道啊。哼，驱逐江烟和别人出府，一定别有用心。我告诉你，别人畏惧你，我可不怕。总有一天，我要在公主面前拆穿你的真面目。哼！柳色。干嘛？小心身后。你耍我！郎君，公主有请。你站住！我没跟你说完呢。容郎君，郎君，公主之前
对你十分喜爱，但自从失去了记忆，就像换了个人似的，添了许多挑剔。郎君，多加小心。多谢。不问问我为什么叫你过来？等等就知道了。等什么？要么等公主自己告诉我，要么等该等的人自动上门。公主，人带到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既然都来了，为何不进来说话？公主，沈公所有十分重要的事向你禀报。公主，我是来密告桓远的阴谋。他身在公主府内，却想方设法与当朝官员取得联系，其中不乏手握权柄的重臣。他想通过这些人在外弹劾公主，再加上府内的反对者里应外合诬陷公主。如果公主想知道，我这里有一份详细的名单献上。你倒见机得快。起来吧。这份名单我查证之后会给你重赏。你来我府上也有一阵子了，想不想出去闯一闯事业？擅长文还是武？我自由练习武艺。很好。那你觉得我应该把他推荐给谁呢？我建议将他推荐给龙骧将军沈攸之。多谢公主。倘若得到公主成全，光佐不忘您的恩德。那就这么办吧。我给你写推荐信，下去吧。好。如此趋炎附势之人，你为何给他这么优厚的待遇？公主明明就是在等背叛桓远的人来投诚，现在却又瞧不起他。没有骨气的人到哪儿都不受欢迎。我盼着他来，但是我不希望自己府上出现这种趋炎附势、卑劣无耻的人。正是因为他是小人，用起来才格外得心应手。假如他是江烟那样的人，我反而不敢随意使用。容止，在。我发现你越来越聪明了。谢公主谬赞。不过，天下聪明人太多，容止不是最聪明的。就拿公主府来说吧，公主才是最聪明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公主懂得用我呀。不过今日不必特意叫我来。桓远反叛之事不可能会成功，我又怎么会参与其中？那就由你来写这封推荐信吧。我受伤了，所以以后还要麻烦你代理公务。公主还有什么吩咐？桓远这件事情，可见府内鱼龙混杂，危机重重，索性快刀斩乱麻，彻底根除隐患。公主打算怎么做？第一件，自然是桓远事情的善后。第二件，我要考察府内所有门客，有才能的放出去做官，不学无术的赠金赐还。好。这是公主托我送来的。与其这样屈辱的活着，不如就这样死了。你该不会以为酒里有毒吧？按照他的狠毒性格，自然是要杀了我。酒里没毒，你就这么渴望死亡吗？看看，
看看这些手持利刃的侍卫，我现在形如囚犯。不，我应该连囚犯都不如。囚犯至少还有放风的机会，他连这个权利都给我剥夺了。有件事情你误会了，这些侍卫是我派来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虽然已经失败，但犹不死心，想要借着送别江烟来勾起他的愧疚，便于日后行事。我不会让你有这个机会，干脆就不让你见他最后一面。粗鲁不是你的性子，还原，要保持自己的风度。公主知道我和江烟密谋的事，是不是你告的密啊？你太小瞧公主了。那席上的处置是公主自己想出来的。那日你与江烟密谈，公主去而复返，连我都不曾防范。随后，她就决定把江烟送出府。容止，你留在公主身边，甘心吗？平日里你管理府上内院事务，从来都不嫌烦。可是我却觉得，你所展示的才华尚不及所拥有的议程。你是个不世出的人物，你到了外面完全可以呼风唤雨，影响天下的，什么见鬼的门客！你甘心留在公主府做一个骄奢女子的玩赏之物吗？你不甘心，否则你怎么不敢回答我的问题？你根本没办法真心实意地告诉我，你心甘情愿。还原，你不要忘了，当初能够安然地活着，是因为谁？倘若公主当初不救你，你早就死在乱刀之下。你现在却处处想着背叛。你的先祖就是这么教导你的吗？不可否认，他救了我，庇护了我。但是他的营救完全是出于私心。他把我当成痉挛收藏起来，像会打猎的猎鹰，会唱歌的画眉，甚至不把我当人看，让我老死在公主府里面。容止，我不愿意。桓氏曾经辉煌一时，取代了司马家的天下。然而最辉煌的荣光也随着桓楚王朝的灭亡而去了。桓代司马，刘又灭桓，谁家的天下不是血淋淋的从别人手里夺过来的？还原，从你的祖先逼迫晋安帝退位的那一刻起，你就没有资格指责刘氏了。乱世里成王败寇，我无话可说。可就算这样，让我心甘情愿做一个骄奢女子的玩赏之物，不可能。你没得选。你痛恨公主把你囚禁于府，你也必须感谢她。身为乱臣之子，你也必须得到她的庇护。你方才说我不甘心，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的想法？就算这次我失败了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不会放弃。纵然我哪天死了，也强够于在此忍受煎熬。天地为炉，世间万物，冥冥众生，谁不是苦苦煎熬？公主，刘桑的父母都已经被盗贼所害，现在就算让他出府，恐怕他也无处可去啊。那就留下他。是，花郎君一直伤病缠身，卧床不起，他的命始终是以公主府上好的药材和医官吊着，所以他也走不了。至于桓郎君他现在的情况，还原身份特殊，出了府也保不住性命，留下吧。公主雅量，其他人都已经按照公主的吩咐送走，只是有些人还……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
六色不走，绝对不走，公主啊！六色对你一片忠心，和张那些逆贼不是一路啊，公主！我不想走，你为什么要赶我走？六色对你忠心耿耿啊，公主！你不要赶我走！公主，公主，你要赶我走，我就死给你看！哎呀，我让我撞死好了！哎呦，哎呦！我的公主，莫郎君坚决不肯走，他投河了。哎呦，不能活了，让我死吧，公主！我要撞死啊！吵死了，都留下来。是。谢谢公主。容止呢？公主要赶走荣郎君，所有门客都得走，他凭什么例外？可他是公主最喜欢、最信任的人。正因如此，他更不能留下了。人的喜好都是有变化的。以前我很喜欢他，可是现在我很讨厌他，所以他非走不可。有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；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凤飞翱翔兮，四海求凰。无奈佳人兮，不在东墙。将琴代语兮，聊写衷肠。何日见许兮，为我彷徨。愿言配得兮，携手相将。不得于飞兮，使我沦亡。容止，你也可以离开公主府了。公主这么着急赶人，到底隐瞒了什么？本公主坦荡荡，还需要向区区一个门客解释吗？公主当然不用向我解释，只是怕有心人得知，会大做文章。我有什么文章好做？比如，他们会怀疑此公主非彼公主。放肆！公主何必紧张？容止说笑的。你若不是山阴公主，又会是谁？不过，所有人都可以走，我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公主最信任、最熟悉的人。你舍得我离开吗？当然舍不得。既然如此，就留下吧。幼兰，这是我亲手做的蜂蜜糕，你尝一尝。粉黛，你不用再痴心妄想了，我是不会帮你进明玉阁的。咱们是一起入的府，素来是最亲近的。我真的只是想让你尝一尝。少装模作样了。自从我当了公主的贴身婢女，你这样的人，我见多了。幼兰，好了，粉黛，你当公主是寻常人家的女郎吗？她喜怒不定，惯难伺候。若非是十分机灵的人，自然是伺候不得。粉黛，我也是为了你好嘛。就你这副软弱的性子，还是老老实实的保住这条小命才是啊。荣郎君，荣郎君，幼兰，你怎么了？我该回去了。那你把这个拿走吧。哎呀，不用了。莫郎君，脏。莫郎君，掉在地上不能吃了。很好吃啊。
不要为不在意你的人流泪，记住了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公主，墨香一直在等候，等得累了，才在这儿休息一下。这是我的床，谁让你睡了？公主，墨香很害怕。原本墨香便是公主府的人，公主若是不要了，墨香不知道该如何自处。公主会不会厌倦了？不要墨香了，就跟其他人一样。我不是说过吗？有我一日，有公主府一日，便不会少你的衣食。你如果想在这住一辈子的话，也行。可是公主不再召见墨香了，是不是墨香做错了什么？你没有做错什么，只是我可能是太忙了。等我有时间再叫你过来，好不好啊？真的吗？快走吧，以后我不叫你不准过来。多谢公主大恩。来人！参见公主。谁让你们放他进来的？如果是刺客呢，也随便放人进来？想看明天早上我脑袋挂在那儿是吧？荣郎君放他进来的。你们的眼里只有荣郎君，根本没有我这个公主。我不都说过吗？取消荣止在府内的一切特权，谁让你们自作主张的？公主恕罪，我等……看来荣止在你们心中极为慎重啊！传令下去，即日起，谁再把我的话当耳旁风，我就砍掉他脑袋！叫幽兰过来，床单被子都换了。是。见过郎君。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无论是私底下还是在外面，都不要行此大礼。是。过来坐吧。郎君，刚才我试探了一下公主，结果如何？她明明生气，却没有力气，更不像从前动辄杀人，简直就跟变了个人似的。连你也发现了，看来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连我都能看出来的事情，郎君当然洞若观火。就算是失忆，一个人的喜好性情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改变。我怀疑，没有确切的证据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是。如果它是假的，我自有办法拆穿。我刚才看见一道奇怪的人影朝东边去了，你们快去看看吧，可别让人擅闯了。是。明明公主不在里面，荣郎君进去干什么呢？
公主，你怎么来了？可否请阁下退守于林外？我有重要的事情和公主相谈。不要走太远。是。请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楚玉。自从公主获救以来，就有许多奇怪的地方。哪里奇怪？一，从前公主不爱庶务，如今却翻阅起门客们的档案。二，从前公主对我十分信任，如今却疏远怀疑，隔离防范。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公主性情暴烈，爱憎分明。就算不记得从前的事，但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苏醒后第一件事，无论对错，都会杀了孩童那一家，更别说意图反叛的还原等人。可他们却都活着，他们活着，就是问题的最大怪异之处。那是你胡乱猜的。本公主只是不记得了。不，翻阅档案，是你在熟悉人事。疏远我这个原公主宠信的人，是怕被我看出破绽。借还原反派一事，驱逐所有门客，是为了杜绝以后所有的隐患。若非驸马不能还，恐怕你连驸马也给换了。乱讲！容止！公主，不要那么着急。请公主快。竟然如此腼腆，不要紧，我马上就会证明，你根本不是刘楚瑜。岳剑飞，还不快来护驾！够了！你在干什么？公主吩咐不用熏香，房间内没了香气，奴将花瓣放在房间里，清香扑鼻，公主一定喜欢。
你还挺有心的呀。我不在的时候，荣止几时过来的？40。我是不是再三重申过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不准让任何人进我的房间？可是你呢，竟然敢冒着让我不高兴的风险，让人随意搜查我的房间，可见荣止在府里的影响力非同一般啊！幼兰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公主饶命！公主饶命啊！来人，在，把他关起来，3日不给饭吃。公主饶命啊！幽兰，粉黛，粉黛，幽兰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来这里干什么呀？饿了很久了吧？我来给你送吃的啦。慢点吃，慢点吃。粉黛，这些都是你从哪儿弄来的呀？嘘，别让别人听见了。这些吃的都是我偷来的，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我10张嘴都说不清的。粉黛，你对我可真好。不过你快些走吧，这么做实在是太危险了。要是被发现的话，哎，别这么说，我们是姐妹嘛。快吃吧，吃完之后记得留下一些藏起来，明天这个时候我再来看你。奴代幼兰谢公主大恩。你能为她去偷干馍，可见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我很欣赏你。从今日起，就在明玉阁伺候吧。是。嘘。朱雀，我好想你啊！我也是。朱雀，你真的不应该留下那么多破绽，你这样太冒险了。你知道吗？你看我，除了跟刘楚玉长得像以外，我们根本就是截然不同的2个人。就算我装得再像，早晚也会被看出端倪的。当然了，我是山阴公主，怎样都可以，也没有人敢智慧。但总有难缠的人物，比如说荣止。想打消他的疑虑，最好的办法呀，就是先自曝短处，等他以为抓住了无数把柄，按耐不住想出手的时候，我再一举粉碎他所有的怀疑。哼，这样一来，我既可以做真正的自己，又不怕被人拆穿了。不过啊，若不是你长期潜伏在公主府，我怎么能知道公主身上还有个疤呀？公主敌人甚多，在一次刺杀中受伤，险些殒命。事后，只有公主最亲近的人才知道她身上有一道难以消除的疤痕。若非刻意接近幼兰，我也无从得知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荣止以后就再也不会怀疑你了。那可未必。我今天的作为啊，只能短暂打消他的疑虑。荣止这个人太聪明、太多疑了，也许很快，他就会发现我的异样。阁主唯恐夜长梦多，让你尽快接近小皇上，伺机杀了他。千万不行！你告诉阁主，凡事欲速则不达。皇上对山阴十分爱重，荣只能识破我的伪装，更何况亲弟弟了，别到时候一不小心前功尽弃了。啊，本来我是想打算借还远一事，驱逐所有熟悉山阴公主的人，这样就可以彻底根除隐患。可惜荣止太精明了，这个人我们不得不防。我们可以除掉他。这偌大的公主府，竟没有一个人听我的号令，全都为荣止马首是瞻。所以，与其说
是山鹰囚禁了容止，不如说，是容止牢牢把山鹰公主控制在手心里，让她言听计从。这座美丽豪奢的宅子，早就换了主人了。我是真担心，一击不中反被咬。毕竟这个人是最熟悉山鹰公主的人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呀？找人制衡她的力量。谁？还原。